好耶，又来给各位老铁做老铁的视频啦。本期视频的主角是大庭云望归人。那么视频开之前，还是例行声明一下，本期视频的所有录屏和数据都来源于创作体验服，创作体验服仅供参考，大家届时还是以正式服、正式时装的数据为准。先为屏幕前的大家给望归人的定位还有强度做一个总结。望归人对击破队的提升很高，它可以为击破队额外带来一次巨额的击破伤害，并且额外带来一次推调，替换掉队伍里的同血主，可以让击破队能够更加保值。然而话虽这么说，其实望归人也不是不能和同血主一起上，他俩对击破队提供的拐力是不冲突的，他们两个之间甚至还能互相吃对方的拐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玩望归人的时候，不仅可以传统的击破主 C 加望归人加软梅再加一个生存位这样组队，我们也可以把生存位给它换成同血主角，让队伍的输出达成最大化。这个呢，我也会在后续的实战中给大家进行展示的。那么本期视频的开头还是老规矩，我先给屏幕前还不了解望归人技能的玩家呢，详细解读一下他的技能机制，方便你最快的上手这一个角色。如果屏幕前的你是新铁大佬，可以选择跳过这一段，从本期视频的8分42秒开始看哦。先来看他的普攻，望归人的普攻分为非强化版本和强化版本。非强化版本的普攻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单体攻击，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100%火属性的伤害；而强化版本的普攻是造成一个扩散伤害，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100%的火属性伤害，对相邻两个目标造成50%的火属性伤害。那么我们要怎样让他的普攻得到强化呢？答案是释放 E 技能就可以了。释放 E 技能不仅可以强化自身，同时还可以强化场上的一个友方目标，持续3个回合。这3个回合以望归人自身的回合数进行计算。这个强化自身指的就是释放 E 技能后，他自己的普攻会得到强化，而他可以给指定队友带来的强化呢有3个：一，该队友的击破特攻提高30%；第二，该队友攻击没有对应弱点的敌人的时候，也能进行削刃，削刃效果呢等于原本的50%。第三，该队友攻击敌人时，可以让受到攻击的敌方目标的防御力降低18%，持续2个回合。这个让防御力降低的效果呢，吃望归人自身的效果命中，初始效果命中为100%，所以望归人的衣服是要穿命中衣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吃到了望归人 E 技能的队友可以像这样无视敌方的弱点进行削刃，但是这个效果呢是无法和其他无视弱点属性的削刃效果进行叠加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乱破这个角色在开大之后呢，它本身就自带50%的无视敌方弱点属性削刃。乱破一个人一次性削刃是这么多。而这时我们把望归人的 E 技能施加给乱破，由于望归人的 E 技能的那一个无视弱点属性削刃效果呢，和乱破自带的那个削刃效果是无法叠加的，所以呢，乱破的削刃值还是这么多，并没有增加。好的，介绍完普攻和 E 技能，接下来我们来看他的大招。他的大招是对敌方全体造成200%的火属性伤害，并且大招可以无视弱点对敌方全体进行削刃。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特殊效果了，属于是很简单很容易理解的一个大招。至此，望归人的3个主动技能的所有效果都给大家讲清楚了。不过呢，望归人还有那种他只要站在场上就能触发的被动效果，我在这里也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被动效果类似于同血主开大之后的效果，望归人只要站在场上，那么我方攻击处于弱点击破状态的敌方目标后，会将本次攻击的削刃值转化为一次100%的超击破伤害。也就是说，同血主需要开大后才能打超击破，而望归人只要站在场上，全队就能打超击破。并且根据我的实测，在兜带上的合适的词条以及合适的仪器之后，
0命的万归人和6命开大的同血主提供的超击破伤害是大致一样的。这一段是万归人提供的综合超击破伤害202301，而这一段是开大后的同血主提供的超击破伤害203101。总之就是实战中二者在标准配装下提供的超击破可以视为是差不多的水平。然而视频的开头我就说了，万归人和同血主是可以一起上毫无冲突的，甚至他俩还可以互拐。在他俩一起上的情况下，这个超击破伤害直接从20万提升到了将近50万。你看场上出现了3个超击破伤害，就是刘盈、万归人和同血主同时打的，恐怖如斯。也就是说，万归人和同血主之间没有必要踩1捧1，2个人一起上就完事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他第2个站在场上就能触发的被动。万归人只要站在场上，那么敌方的目标会被额外附加上等同于自身韧性上限40%的云火招。在初始韧性被消至0的时候，可继续消减云火招，而云火招被消减至0时，会再次受到弱点击破的伤害。我们来看一下，敌人头顶上除了普通的韧性条以外，还有一管红色的云火招。当普通韧性条被削减完，触发击破伤害和推条之后，我们可以继续削减这一个云火招，再次触发击破伤害和推条，并且由于这个云火招条只有敌人韧性上限的40%，所以它削减起来非常的快捷，让我们能够飞快触发第2次的弱点击破伤害和推条效果。接下来第3个被动，万归人只要站在场上，那么我方目标造成弱点击破后，额外使敌方目标行动延后15%，这个很容易理解。第4个被动，万归人只要站在场上，当有敌方目标的弱点被击破时，使除自身以外的队友的击破特攻提高6%。若万归人的击破特攻大于等于200%，那么击破特攻额外提高12%，持续2个回合，最多可以叠加2层。那这个时候有小伙伴可能就要问了，万归人的击破特攻是不是要叠到220以上呢？这个对于平民好像不太友好啊，是不是？其实不是的，实战中我们可以利用队友拐他的击破特攻，比方说带着钟表匠4件套的软梅。总之，根据我个人的实战经验，在队友的帮助下，就算万归人不带专武，他要达到220击破特攻呢，也是不难的，这个平民玩家可以放心。最后，他还有一个额外能力以及一个秘技没有说。先来说他的秘技，使用秘技之后会让敌人陷入10秒钟的晕眩状态。如果我们主动攻击陷入晕眩状态的敌人呢，进入战斗后，万归人直接行动提前40%，这让万归人在实战中一定是第1个行动的，并且有100%的基础概率呢，让敌方全体的防御力降低18%，持续2个回合。我们再来看他的额外能力啊，他的额外能力会使自身击破特攻提高30%，并且首次释放战绩后立刻恢复1点战绩点。这个额外能力搭配秘技，就可以让万归人进入战斗之后一定是第1个行动的，并且直接无消耗的给队友释放1技能，用起来非常的丝滑。至此，万归人的所有技能机制都已经全部讲完了。现在屏幕上的这一段文字呢，就是万归人这一个角色的所有技能机制的一个总结啦，大家可以截一个图消化一下。我个人感觉呢，已经是保姆级的展示清楚他的技能了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还不要忘记给一个免费的赞支持一下哦，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进入实战评测环节，给大家看一下，等一下实战中我万归人的面板。目前我的万归人是一个0+1的万归人啊，然后呢，仪器带着铁骑4件套和练功2件套。衣服带效果命中，鞋子带速度，球带攻击力，绳子带击破特攻。具体面板是这样一个样子的。先组一个最传统的配对，也就是击破 C 加万归人加软梅，再加一个生存位这样的配对。给大家看一下面板啊，所有的角色呢都是0+1的，这个是刘盈的一个面板。
然后这个是软梅的一个面板，带着钟表匠4件套。然后这个是零杀的一个面板，全队的速度都非常的快，相当于是一个平民大毕业的面板了。来，这边先一个 E 技能给刘莹，我们等软梅先开大啊，然后刘莹再开大。好，软梅开大。刘莹开大，直接先把第1管韧性条给击破。哎呦，这还差着一点呢，没有关系，望归人紧接着击破第1管韧性条，13万伤害。但是我们还有第2管韧性条，直接打出了80多万的伤害。有望归人在场上的加持，不仅全队能打出2次伤害爆表的击破伤害，而且这2次击破伤害的推条都是生效的。直接把对面2只怪物都给轰坠机了，把行动条轰到最底端的。那 What can I say？ 好的，接下来第2关，第2关的史瓦罗不仅韧性条厚的一批，同时它还有高达200万的血量啊！对于我这个击破队来说是非常的不友好。我看看能不能尽力打0T 啊！来，刘莹先击破第1管韧性条，50万伤害。万归人一个普攻啊！我先不把史瓦罗给击破，我由刘莹来击破啊！好的，60万伤害，哎呦，感觉打不了0T 了，这个血量太多了。如果我的刘莹是2命的多动刘莹，这应该就能打0T 了。但是我毕竟组的是稍微平民的状态，这个有点没办法。好的，这边万归人试一下 E 技能。哎呦，刘莹还不能直接开大呀，感觉他这韧性条要恢复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我尽力打1T。零杀这边普攻一下，然后直接开大，开大把小兔子拉上来，再创一下。软梅试一下E技能。好的，我现在终于能开大了，第1管韧性条应该能直接击破啊，直接击破应该就带走了吧？哇，1%呀！我这史瓦罗都厚成什么样了？我的天哪，还得是我老胡首尾带走。然而，虽然刚刚那一个史瓦罗对击破队挺不友好的，但你以为击破队就打不了0T 了吗？嘿嘿，这边我把零杀换成无敌的老子，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原子弹！依然是打刚刚那个深渊12层上半层的史瓦罗。哼，听说你200万血量，蛮结实的，是不是啊？来，让我看看。然后呢，这一局我开局软梅不要开大，为什么呢？因为软梅开大了的话，哎，对面2个怪物就被我秒掉了，而我需要对面2个怪物上半场帮我攒一点资源。好的，这里软梅故意不要开大啊。刚刚软梅如果开大的话，我这一波就把他俩秒掉了。看见没有，92万伤害，只剩1点血皮了。现在我就可以利用活下来的2个怪物为主角攒一波能量，同时我还可以给停云续一波 E 技能，这样的话他下半场就完全不用开 E 技能了。好的，续一波 E 技能给刘莹，然后刘莹一个普攻，哎，战绩点也就省下来啦。进入第2关，所有资源一口气用掉，哎，慢步慢步。然后五五神力把全队给拉上来，停云这边也先甩他一尾巴，削掉一点韧性条先。哇，这韧性条真的厚啊，还没破，你看看这韧性条还没破，没办法了，我只有先被史瓦罗打一下了。来，我们看一下刘莹接下来的伤害会是多少。上一段带零杀的视频好像是50多万啊。
哦，120万。别急，我还能再打一发原子弹。哎，原子弹，我的原子弹回来啦！100万伤害，别急，我555也回来啦！喜欢我555魅力时刻吗？直接开自动了我。最后0T 达成，这就是击破队的完全体。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有疑问。击破队不带灵莎，不带加拉赫，真的可以吗？真的能生存下来吗？根据我个人实战的经验，由于万归人提供的云火招呢，可以提供2次击破带来的推调，再加上队伍里有一个软梅，软梅也可以提供一个推调。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刘莹把对面打进击破，那么对面就会被我们推调3次。在这推调3次的过程中，只要对面不是那种超级血牛，或者说对面副本不是那种长线的小怪一波一波来的副本呢，基本上就被我们一波带走了。生存压力呢，确实不是很大。不信的话，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带来一段辅助乱破的录屏。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没有上生存位，但是对面没有让我掉一滴血。打的是深渊12层的下半层5只马楼，乱破这边呢是0+1的乱破，不过呢绳子我带的是充能效率，没有带击破特工啊，不然我这回能跟不上。软梅可以开大了，软梅开大之后，乱破紧接着开大，开完大之后我们进行第1波击破。2只怪就全被我们推下去了啊！然后大家看左边，我们又可以用云火招进行第2波击破啊！2只怪直接被我们推到底了，看见没有？但是呢，在被我们推到底之前，我直接一个110万伤害直接给他带走了。总而言之，伤害和击破的双重保险下，我的队伍生存压力确实不是很大啊，不过呢，传统打法肯定还是要上生存位的。我这个只是一个激爽打法，给大家参考。好的，我们看一下这波多少伤害呀？100万。万归人试一下 E 技能，感觉乱破再动一下，这第1条命应该就带走了啊。乱破还有2次大招的机会呢。哎，150万！我的天哪！好的，我们尽量让对面不要碰到我们啊，0T 估计是打不了。我的目标就是打无伤，打右边第2个吧。来，击破 ，nice， 又把条给推下去了。万归人这边再击破一下，再推条。好的，我555还能拉条呢，哼。对面完全碰不到我啊！喜欢这种到不了的彼岸的感觉吗？啊，现在能体会老井的心情了吧？哇，这能量居然只差1点啊！那这也太难受了。好的，万归人推条，然后乱破，继续攒满能量，一个大招收尾带走。虽然0T 没有达成，但是无伤达成了啊！好的，130万伤害。接下来给大家展示0+0的万归人，不过由于万归人它是一个辅助，所以我直接给大家打0+0的实战的话，可能展示的不是非常清晰，所以0+0的实战我就不打了。我在这里呢，用不同的光锥进行控制变量型的对比，好方便屏幕前的大家清晰的认识到光锥的提升有多少。剧透一下，其实它的光锥并没有带来非常大的提升，平民玩家完全是可以不用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往下看下去吧。先来看下装光的效果，使装备者的击破特攻提高60%，当有敌方目标的弱点被击破时，有100%概率使其陷入焚灼状态，受到的击破伤害提高18%，持续2个回合，此效果最多叠加2层。翻译就是停云的装光不仅可以给队友提升击破伤害，还可以给自己提升击破伤害。我们先来看一下给队友提高的伤害。
在带专关的庭云的辅助下，流萤一个超击破是202301。接下来我们来对比焦丘的光锥。现在我已经利用焦丘的光锥给 BOSS 叠上了一层卸甲，我们看一下这个伤害是多少。伤害是175107。但是你先别急，焦丘光锥的卸甲是可以升级成琼扣的。现在我已经给 BOSS 叠上的琼扣，让他受到的伤害更高。我们看一下这个伤害会是多少。190605，已经很接近专光了。接下来焦丘专光的再下位替代就是银狼的专光羽翼之下。现在我已经用羽翼之下给 BOSS 上了以太编码，我们看一下伤害是多少。176807。然而你先别急，其实金武的4星光锥决心如汗珠般闪耀，比羽翼之下的表现要更强，可以持平焦丘的专光。我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我已经把这一个攻陷效果给上去了。在决心如汗珠般闪耀的加持下，伤害是182912。现在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说他的专光不用抽也可以了吧？他给队友提供的击破伤害提升呢，和其他光锥拉不开太大差距。这个时候屏幕前的你可能就要问了，他的专光可以使击破特攻提高60%，会不会让他这一个220%的击破特攻面板更好堆呢？来，大家看这一段录屏，现在我给他带上了金武的决心如汗珠般闪耀，然后这边呢，他的局外击破特攻面板只有176%。但是进入局内之后，由于它自带30%的击破特攻加成，而且钟表匠的软枚也可以拐它的击破特攻，击破特攻是能达到220%的，不用担心这一点。最后还有3张光锥也挺适合它的，一个是孤独的疗愈，还有一个是新手任务开始前，以及孤独的疗愈的下位替代延长记号。这3张光锥呢，它就不能拐队友的伤害了，纯粹只是提升庭云自身的击破特攻面板，以及给庭云自身提供一点回能啊。在这3张光锥的加持下，流萤打出来的伤害是差不多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伤害是多少。这一段录屏我带的是精炼5阶的孤独的疗愈，在这张光锥的加持下，流萤的伤害是163008。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专光给望归人自身提高的伤害是多少。这一段是专光的录屏，望归人自身伤害166608。接下来这一段是那一种不带任何击破特攻附属性的光锥的一个录屏，伤害降到了114229。而这一段是带着一些击破特攻附属性的光锥的录屏，120438。总结下来就是，专光对望归人自身的伤害提升呢，是要比辅助队友的伤害提升要更高的。但是在击破队伍里面呢，望归人他确实也不是主要的伤害来源。我个人还是觉得专光抽取的必要呢不是很大。如果你实在要给他拉练度，我建议你先抽1命好吧，1命真是神中神的质变。好的，说完了光锥，接下来进入仪器还有配对推荐环节。仪器的话很简单啦，外圈铁骑4件套啊，然后和流萤一起组队的话，内圈带结火2件套。然后如果队伍里面没有人带路杀卡的话，内圈也可以带路杀卡2件套。然后主词条呢非常的固定，衣服效果命中，鞋子呢带速度，绳子呢带击破特攻。当然也有一种玩法，那就是绳子带充能啊。带充能的话，你可以频繁的开大，频繁的辅助破刃。但是呢，我个人还是建议优先选择击破特攻。球的话无所谓，球的话生命球、生存球是最好的。至于配对的话，那也就不需要我教了吧。就是把原本击破队里的铜鞋爷给他换成望归人就完事了啊。不过话虽如此，我也挺推荐大家玩一玩这个望归人和铜鞋爷一起辅助击破主 C 的玩法的，实战起来非常的激爽。好的，
接下来视频的2P 给大家带来心魂提升环节，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跳转2P进行观看哦。